年一度95花盘点。最近关于95花竞争和事业心的话题讨论得特别热闹，正好又一年年中了，该播的剧基本都播了，该回归的人也回归了，该爆的爆了，该扑的也扑了。那么过去这一段时间，95花的格局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今天我们就结合这一年的作品成绩、市场表现和未来资源，一起来两两一对，来看看95花们最新的排位赛吧。我们先来讲讲这两位。最近95花这个话题，要是不聊聊周也，那跟吃火锅不蘸料有什么区别？周也前段时间播出的《你好1983》口碑其实不错，但数据表现比较一般。去年暑期档的大女主 IP 景月如歌双平台热播，长尾效应也不错。可说实话，周也本人并没有吃到太多角色红利，包括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作为一部中小成本电影，票房已经算相当不错了。周也饰演的成双颜值在线，人物完成度也不差，但最终依旧是剧火人不够火。这其实也是周也这几年的一个缩影。资源好不好？非常好，正剧、古偶、电影、时尚商务几乎样样不缺。待播剧里有郑晓龙担任艺术总监的年代剧《红舞鞋》，还有和徐凯合作的新项目，资源配置放在95花里依然属于第一梯队。但问题在于，他一直没有出现那个真正能够把自己送上新台阶的角色。周也最大的优势其实特别明显，脸好看，而且是非常有辨识度的那种好看。出道时期靠《少年的你》里的未来惊艳全网，之后无论红毯、时尚还是商务表现都稳居95花前列。但他的问题也同样明显，这些年关于演技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尤其是在流量剧里，他的表现往往会随着作品口碑一起波动。剧爆的时候，大家夸他灵气十足；剧扑的时候，大家又开始质疑他撑不起角色。更现实的是，演员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而说到周也，就不得不提另一个经常被拿来比较的人张婧仪。当然，现在还说两个人长得像，那就有点太没意思了。出道这么多年，如果观众还只能记住他们的脸相似，那才是真的失败。真正让他们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的，其实是另一件事，他们都属于出道即拥有顶级资源的幸运选手，而且背后都有非常强大的公司支持。问题是，这种演员最容易遇到一个困境，资源给了，平台给了，机会给了，最后能不能接得住，还得看自己。张婧仪这些年的发展其实很稳定，长相讨喜，气质高级，文艺感很强，路人缘也一直不错。你很少看到有人特别讨厌张婧仪，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大家都觉得她不错，可一提到代表作，很多人往往要想半天。西花纸播得不错，被我弄丢的你票房不差，藏海传作为肖战的大男主剧，也给了他相当不错的人设和曝光机会。但这些作品最终都没有把张婧仪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其实暴露出一个问题，张婧仪的气质和角色之间偶尔会出现错位。她身上最突出的特质是文艺感、松弛感和生活气，但有些角色需要更强的戏剧张力和人物爆发力。当演员气质和角色设定不能完全重合的时候，就特别考验演技，而这恰恰是她目前还需要继续突破的地方。再说说两位甜妹组合宋祖儿和田曦薇。去年无忧渡成功空降后，折腰又迅速接档，形成了一波漂亮的乘胜追击，让宋祖儿一扫前2年税务风波的阴霾，重回内娱。随后正午阳光出品的年代剧《淬火时代》紧随其后。虽然网络热度不算特别突出，但能够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本身就是一种认可。这个角色扎根于时代洪流之中，也标志着宋祖儿正在从偶像剧演员逐渐向国民演员和实力派方向转型。不过宋祖儿目前也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由于过去几年积压剧在2025年集中释放，作品播完之后，她才真正开始恢复正常接戏节奏。新项目从拍摄到播出需要时间，因此未来1-2年很可能会出现较长的作品空窗期。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他的讨论度明显下降。从待播作品来看，折腰之后，他最先进组的是鹅厂单元剧《聊斋》，客串出演树妖姥姥。虽然戏份不多，但暗黑风格和他过去的形象反差极大，
算是一次有趣的尝试。之后是古装宅斗剧《表妹万福》，搭档新人陈星海，接着是民国悬疑涉案剧《入局》，搭档郭麒麟。据传他饰演刑警队长，这也是他首次尝试偏硬和刑侦类型的角色。此外，还有一部积压超过3年的都市爱情剧《阅读课》，搭档侯明昊。不过以目前情况来看，这部剧究竟还能不能顺利播出，我个人还是要打个问号。而正在拍摄中的《司公令》则搭档丁禹兮，也是他回归后最受关注的新项目之一。说实话，经历过此前的涉税风波之后，宋祖儿想重新回到流量花赛道，其实已经不太现实了。这1年来观察下来，他吸粉能力确实受到了影响。每次有新剧播出，总会有新观众想入坑，但绕来绕去又会重新回到当年的争议上。不过换个角度看，未必是坏事。宋祖儿本来就是颜值、演技双在线的演员，又是童星出身，国民度基础一直不错。他自己也曾表达过，希望能够长期做演员，而不是单纯追求流量。既然如此，放下流量花那些复杂的 KPI， 专注打磨演技，深耕优质作品，未尝不是一条更适合他的发展路线。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成为顶流。接下来再说同样甜美可人属性的田曦薇。最近田曦薇的势头其实非常不错，先有数据表现亮眼的古偶《逐玉》，后有改编自紫金陈小说的悬疑喜剧《低智商犯罪》。在《低智商犯罪》中，他搭档王骁、王传君等实力派演员，饰演新人女警李倩。这个角色既有正义感，又有战斗力，在一群糙汉角色中显得格外亮眼，也让田曦薇收获了不少好评。已经杀青的作品中，还有都市爱情剧《天才女友》，搭档胡一天。她饰演智商174的天才少女林之夏，一个略带社恐属性的科研人员。故事从校园延续到职场，融合青梅竹马与成长线，另外还有讨论度颇高的嫁金钗。田曦薇一人分饰2角，分别是底层少女阿丑和侯府千金君代，围绕梯嫁、真假千金、身份反转等元素展开故事。目前仍在拍摄中，即将杀青。其实从逐玉和低智商犯罪的表现就能看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逐玉虽然热度更高，但女主人设偏工具化，因此剧火了，田曦薇个人数据却没能同步飞升。反倒是低智商犯罪里的甜妹警花更能发挥她自身优势。在一众硬汉角色衬托下，她的反差感被无限放大，观众记住的也是她本人。所以从演员发展的角度来看，低智商犯罪其实比逐玉更利好田曦薇。田曦薇属于非常典型的甜妹脸御姐星，有灵气，有野心，也有不错的资源。去年暑期档《紫夜归》虽然没能成为现象级爆款，但已经证明她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在看低智商犯罪的时候，总觉得田曦薇有时候特别适合演那种带点文艺气质的青春片女主。后来想了想，她本来就是靠猫的树系作品出圈的，从20年前后的分账剧时期到如今能够稳定担纲大制作女主，小田的成长速度其实非常快。当然资源好是一种优势，但资源咖也有资源咖的烦恼，因为资源是虐不到粉丝的。所以即便她未来真的拥有爆款代表作，想要撼动目前95花顶流格局依然没有那么容易。再加上早年一些言论和争议，也让部分花粉始终保持观望态度。然后呢，就是可爱大方组沈月、李兰迪。讲真的，这次95花盘点，要不是这段时间爆火的我不舒服体，我原本都没打算聊沈月。原因也很简单，这2-3年她在影视剧方面的成绩确实不算亮眼，唯一稍微有点讨论度的是和01合作的失效。去年播出的《开化少女漫》更是积压多年才上线，结果数据表现相当惨淡，甚至创下了全年云和倒数记录。古偶方面，淮水竹亭里的东方怀竹虽然刷了一波存在感，但也谈不上特别出圈。六姊妹里倒是有不少观众发现了沈月在演技上的进步，只不过群像剧的特点大家都懂，很难真正做到火一个人。不过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沈月挺特别的，因为她最大的天赋可能从来都不在表演上。关注过她的人应该知道，她是编导专业出身，也公开说过，相比当演员，自己其实更想成为导演。而且看过她团综或者日常分享的人应该都有感觉，
他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是审美、表达能力和观察生活的能力。这种东西未必能直接转化成演技，却非常适合创作者。所以如果未来哪一天沈月真的转型做导演，我一点都不会意外，甚至觉得他可能会比当演员更成功。目前他手里的待播剧还有和张晚意合作的《但愿人长久》，以及那部每次95花盘点我都会提到一次的7月的一天。演员红不红，说到底只是一份工作，而一个人的性格和底色才是能陪伴一生的东西。接下来聊聊李兰迪。如果说95花里谁最容易被低估，李兰迪绝对算一个。她属于那种平时讨论度不算最高，但每次看作品都会让人觉得这姑娘是真会演的类型。而且李兰迪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她的戏路特别宽，可甜可盐，可古装可现代，偶像剧和正剧都能接。尤其是瘦身成功之后，曾经困扰她的古装造型问题基本解决，整体可塑性提升了不少。这几年她的作品也非常稳定，一路朝阳和谢谢你温暖我2部都市情感剧都展现出了很强的生活质感和情感表达能力。去年播出的奇幻剧滤镜表现不错，紧接着朝雪露在爱奇艺热度破万，成绩同样相当亮眼。待播作品方面，她的储备也很丰富，有和蒋欣、邬君梅合作的现实主义亲情剧欢剧，还有和刘昊然合作的海岛日志。尤其是海岛日志，光看物料就有种久违的治愈感，让人忍不住期待。至于粉丝一直惦记的苏记，说实话，我个人已经不太乐观了。这部剧积压太多年，甚至传出制作公司倒闭、素材遗失等传闻，能不能顺利播出，真的要打个问号。不过整体来看，李兰迪的发展路线其实非常健康，古装、现代、现实主义、偶像剧，她几乎都尝试过，而且完成度都不差。她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稳定，可能永远不会是热搜最多的那个，但也很难掉队。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对家庭背景或者生存背景截然相反的小花。在内娱这帮95花里，真正进过场、熬过流水线、端过盘子、吃过剩菜的人大概只有杨超越了。这种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很多演员天天演普通人，却从来没真正当过普通人。而杨超越是真的体验过最普通的农村家庭、最底层的打工人的生活。按理来说，这些经历应该成为她最宝贵的表演养分。可惜的是，这部分优势这些年一直没有被很好利用。为什么杨超越过去几年的影视作品总是扑？我觉得核心问题在于不适配。那些仙女、神女、修仙、拯救苍生的天龙人角色本来就离她太远了。而杨超越又不是那种天赋型演员，很难靠纯技巧去填补距离感。但你会发现，一旦让她演普通女孩、打工人、青春校园里的小人物，她整个人的状态立刻就自然很多。所以我一直觉得杨超越并不适合一上来就为顶级大制作，资源给的太猛，她未必接得住。一旦连续出现无效出演，观众就会产生一种德不配位的逆反心理。待播作品里有爱奇艺的剧版《喜剧之王》，再加上之前参加的一些综艺，不难看出他似乎有意往喜剧方向靠。但说句实话，喜剧真没那么好演。喜剧演员向来是影视圈门槛最高的赛道之一，那些真正能把喜剧演明白的人，哪个不是大神级别的人物？所以每次看到通稿把这些作品称为杨超越转型之作，我都有点想笑。转型？杨超越其实还没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类型。现阶段最重要的不是转型，而是先找到适合自己的戏路。目前我最看好的反而是他和董思成合作的现偶《今天是太阳雨》。青春题材本来就是他的舒适区，角色气质也和他本人契合度很高。如果想继续在演员这条路上走下去，我觉得他还是得一边学习一边精准挑本子。毕竟他最大的优势从来不是演技，而是观众缘和国民度。别忘了，当年选秀时期的杨超越可是真正意义上的顶级流量。而且最近还有一个新变化，网传杨超越今年签约了虎鲸文娱。对于粉丝来说，这无疑算是一个利好消息。毕竟过去几年，随着腾讯系资源减少，原有团队离开之后，他的发展确实进入了一段相对迷茫的时期。不过新的平台和新的资源也意味着新的挑战，
普京签约艺人众多，未来还能不能像过去那样把杨超越当亲闺女来捧，谁也说不好。所以在我看来，杨超越是95花里变数最大的一个人，未来2-3年可能就是决定她演员生涯走向的关键阶段。再来说说卢昱晓，她有着和杨超越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综艺上一看就是那种被父母呵护着养大且从来没吃过生活苦的艺人。所以说实话，我最近一直很好奇，卢昱晓的观众缘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有时候一点天赋再加上一点运气，和好的资源确实能让一个新人快速冒头。可时间一长，真正决定上线的还是作品和能力。之前播出的榜上佳婿，从配置来看已经算现偶里的顶配资源了，结果播出后依然是不温不火。待播作品里有折月亮和目前正在拍摄的和不同周度都是网络热度比较高的 IP， 当然它目前的发展也并非没有优势，商业价值不错，网络热度增长很快，尤其是短视频平台的数据提升速度相当明显。不过说到底，演员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资源、公司、营销都能帮你往前推一把，但能不能真正站稳，最后还是得看自己。接下来我们聊聊95花里的2位少有的明艳系代表。先说王楚然，她和谭健次那部积压多年的《爱情有烟火》据说终于快要播出了，只能说粉丝看到烟火2个字都快 PTSD 了。不过相比这部积压剧，真正帮王楚然实现口碑逆袭的还是今年年初的《成何体统》，她饰演的妖妃于婉英可以说是近几年最适合她的角色之一，动漫感十足的华丽造型，加上穿书后逆天改命的设定，既有喜感又有成长线。王楚然也终于摆脱了只会演美人的标签，把角色演出了灵气和生命力。目前她手里待播作品不少，这一秒过火搭档张凌赫风引燃梅香，挑战双重人格女特工明月露，延续古装赛道，还有我个人比较期待的浮生搭档陈哲远，以战国、唐朝、宋朝和民国4个时代串联故事。这种跨时代单元剧最近很有新鲜感，而且还能一次性解锁王楚然多个时期的造型。整体来看，王楚然现在的发展势头相当不错，古装、民国、都市3大赛道全面覆盖，颜值顶级，各种造型适配度极高，演技也逐渐稳定下来。所以我对他的建议其实很简单，别急着演什么普通女孩、职场牛马，观众真的很难代入。这种级别的美貌本来就是稀缺资源，趁年轻就该把明艳大美女演个够。当然，如果平时再多看看书，多积累一些知识储备，那就更完美了。再来说说孟子义，去年9重子的成功，可以说让孟子义真正吃到了爆款红利。目前他手里的待播剧也相当有竞争力，首先是百花杀、重生、复仇、香道、权谋、大女主成长，几乎把近几年最热门的古偶元素都集齐了。虽然设定不算新鲜，但确实是孟子义最擅长的赛道。然后是刚刚杀青的上公主，依然是和9重子搭档的在合作。相比传统甜宠，上公主更偏权谋路线。疯批公主与寒门谋士相互利用，彼此试探，人物关系很有张力。不过说实话，我看到这个配置的时候，总觉得有种9重子打完一局又重新开一局的感觉。不过我也有一点担心，孟子义现在这些项目虽然都很热门，但和9重子的赛道其实存在一定重合。重生、权谋、大女主、复仇，热度肯定不会缺，但想复制9重子的爆发力并不容易。95花之巅还能是谁呢？兜兜转转，最后站在这里的依然还是赵露思和虞书欣。说实话，这些年营销号们没少吃他们俩对打带来的流量红利，但到了今年，戾气确实淡了很多。可能是因为市场变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经历了太多事情。先说赵露思，从2024到2025年，她经历了和剧组、公司的一系列风波之后，好不容易靠许我耀眼完成了一次漂亮翻身。这部剧几乎是无预热、无定档空降播出，却一路高开暴走，成为2025年鹅厂最具话题度的都市剧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帮赵露思成功撕掉了一部分甜宠专业户的标签。过去他最大的优势来自古偶和甜宠赛道，但也因此长期陷入戏路单一的争议。许我耀眼的成功，
则让市场看到了他在都市题材里的可能性。不过问题也很现实，由于之前的风波影响，他已经有1年多没有进组了。赵露思自己也透露过，会在2026年8月澳门演唱会结束后重新进组。也就是说，即便新戏顺利开拍，观众最快也要等1年左右才能看到新作品。目前除了半部恋人之外，基本没有新的待播存货。所以他现在最大的挑战其实不是热度，而是作品断档。好在这段时间，他的商业价值已经重新得到了市场验证，高端代言续约、品牌联名、自营品牌运营都很稳定，说明市场依然认可他的商业号召力。至于签约虎鲸文娱这件事，我一直觉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很多粉丝当时说，露丝以后不会再签公司了，结果还是签了。因为娱乐圈本质上就是资源游戏，平台给资源，公司给背书，艺人负责创造价值，大家各取所需。当然，签了新公司也意味着新的约束，未来资源会更多，但自由度一定会更少。所以赵露思接下来真正要面对的是如何在新的体系里找到平衡。另外还有一句题外话，身体健康真的比什么都重要，毕竟接下来还有演唱会、新剧拍摄、高强度工作安排，无论事业发展的多好，身体始终是第一位的。再来说虞书欣，这1年她同样经历了不少风波，但我觉得跟她本人的过往作精行为没多关系，最关键的是她真真假假、含含糊糊的家庭背景，触动了老百姓最敏感的那一部分。如果把它比作一只股票的话，我觉得属于高风险、高波动，但同时也具备高收益潜力的类型。离开画册之后，他和爱奇艺的绑定越来越深，好处很明显，平台投入大，不缺项目，不缺曝光，也不用担心没戏拍。风险也很明显，如果未来平台整体战略发生变化，或者赛道竞争出现问题，艺人本身也会受到影响。好在他目前手里的待播剧储备还不错，《灿若繁星》是一部文旅题材项目，角色设定不再是大家熟悉的甜妹路线，而是支教老师。对于虞书欣来说，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总归是件好事。另外还有刚刚杀青的云初令，虽然依旧是重生复仇赛道，但女主的人设明显更狠更直接，谁害我我就报复谁，没有那么多纠结，也没有那么多恋爱脑。从预告来看，虞书欣这次也在尝试摆脱过去的甜妹标签。而且说句实话，云初令原本并不算什么大制作项目，能从一堆项目里优先把这个挑出来拍，至少说明他和团队在选剧本方面还是有自己的判断。不过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虞书欣这几年最大的争议始终没变，戏路偏窄，表演模式化，甜妹标签过重，这些问题一直存在。而双轨的表现也证明，仅仅依靠过去的成功经验已经很难持续复制爆款了。所以接下来真正考验他的，其实也是转型能力，能不能跳出舒适区，能不能让观众看到新的东西，这比任何一部剧的数据都重要。说到底，赵露思和虞书欣之所以会成为95花里的天选对家，除了某一方刻意营销以外，也是因为他们曾经的流量路线太像了，都有超强话题度，都有稳定的商业价值，也都面临转型压力。但说句实话，虽然这两位都因为各种原因各自沉寂，但如今95花的整体格局，加上当下的市场环境，就算未来再出现新的流量小花，想达到赵露思和虞书欣这个量级，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95到00这一批里，我个人觉得再出顶流的概率已经不大，下一波真正意义上的超级流量，可能得等05后甚至10后了，或者 AI 的冲击下，可能都不会出现了。那95花这一季的盘点也差不多到这里了。评论区肯定会有朋友问，为什么谁谁谁没有聊到？主要还是篇幅有限，写的人太多，每个人就写不深了。演员这条路从来不是谁20几岁最红，而是谁能一直走下去。90花有陈都灵这样的后来居上，85花有热依扎、辛芷蕾这样的大器晚成。人生很长，演员更是长跑职业，只要还热爱表演，还愿意继续努力，未来永远有新的可能。